這裡面今天到中國，你可以看到他這個代表團感覺到非常的單薄，而且呢，到了上海也沒有什麼人来接機。這個我之前不是講嗎？你從連戰開始，你每次只要去中國都是冠蓋雲集。過去去中國，你都要很多的大老闆，而且這裡面明明講說，我是要重返榮耀，重返2005年的那樣子的兩岸和平交流的榮耀。那榮耀的過去的根本在嘛？根本在錢的交流。可是這次根本沒有大商人要去，為什麼？因為台灣現在賺錢的方向都已經完全改变了。之後你就講，這2天我們看，這不要說這2天哦，這1年或者半年來，你要觀察台灣的股票很清楚。我們的台灣會賺錢的公司離中國越來越遠，對，台灣會賺錢的公司離美國越來越近。沒錯，今天台股呢漲了600多點，那又回到了33000點的這個關卡。人家說清明變盤，看起來的話好像會往上變盤哦，是這個清明節前先下跌，清明節後有可能會往上漲。那的確也如同寶傑講了，實際上我們剛開始在研究這個市場的時候，我記得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那個時間點，台灣有一個族群叫做中概股，是非常的暢旺的哦。當時台灣股市的某些程度，我們都要看早上中國股市的開盤狀況的時候，跟着它一起走哦。但是現在大家已經沒有在看了，沒在看中國股市了，已經都沒在看了。為什麼？因為现在台灣跟中國的連結是相當的薄。台灣跟什麼連結很深？跟美股連結很深。所以簡單來說，美股昨天漲什麼，今天台灣就漲什麼。像昨天美股也是漲的，美股漲什麼？漲什麼邁威爾科技啊 Lumentum 漲很多這個 CPU 矽光子的，台灣今天很多 CPU 矽光子都是漲停啊，什麼聯亞啦、上詮啊、波若威，這都是 CPU 的、啊。所以你說我們台灣跟美國的聯動越來越密切，越來越密切。對啊，還有台灣有些公司啊，你看像穩懋啊、宏捷科啦、全新啊，他們就說，我們要跨入 CPU，全部都跟着美國漲，美國設備漲，我們就跟着它漲。美國什麼 AI 漲，我們就跟着它。現在台灣的所有的股票的漲跌，完全都跟美國聯動在一起，所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大老闆呢不願意去中國嘛，因為他們現在主要市場已經不在中國啦，他們當然沒有要這樣。你看，我就跟他講，這有什麼樣一個狀況呢？你知道2004年當時候的連戰去的時候，那當時我們知道說以前的這個郭台銘前董事長就會去嘛，對，很多這個所謂資訊大佬都會去嘛。問題是他們現在廠商都移出來啦，緯創什麼都已經把他中國廠都賣啦，對，那當然就不要去了。那幹嘛要去呢？他們現在都到美國去了，所以當然要去美國啊。以前是我要大量去中國投資，我要去中國投資，我要土地，我要人，我要各種資源，我要減稅。是，現在根本沒有這個需求了。以前我去的時候，比如說像我們知道很清楚嘛，這個郭台銘不是發生一件事嘛，他跟那王傳福那邊告來告去啊，他告來告去，他還寫信給胡錦濤啊，那就是這樣，因為以前的確這樣需要，現在有沒有需要？工廠都沒了，很多都不用，就不需要啊。那譬如說，還有本來在2004年、08年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去找中國內需。所以當時也很多中國內需的廠商會願意去啊。那所以呢，我們知道現在我們台灣去中國內需的人，你看鼎泰豐都回來了，85度 C 啊，一大堆都完全都沒辦法了，鎩羽而歸了。對，就連我們台灣的什麼自行車都很慘啊。所以我就跟你講，沒有廠商要去，這就是這樣。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到中國去的相關的投資是大幅的減少啊。那你知道，而且我們知道，以台灣的這個供應鏈來講，為什麼他們看到中國會害怕？我們要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看台灣的這個 PA39不是往上漲嗎？台灣最近還有面板股在往上漲嗎？我就跟他講啦，台灣那些所謂的什麼矽光，這個所謂 LED 啦、太陽能啦、面板，都是被中國殺的啊！就過去都是被中國殺得很慘。為什麼這樣說？那因為為什麼會這樣？2008、09年的時候，當時馬英九就主張跟中國交流嘛。中國交流，我們不是說過嗎？中國很多那時候不是有面板女王來採購嗎？大家記不記得？那你知道那面板女王來採購，她在做什麼嗎？她是去認識你，你們有誰可以挖，把你挖走，挖走台灣多少很多 LED 的人才、太陽能的人才、面板的就這樣被挖走了。因為當時不設防啊，不設防的話，我們產業就完全被掏空了。被掏空之後，你看他们現在產了那麼多年，能夠重新回來是誰？美國的關係啊，因為美國有 AI 啊，美國有矽光子啊，美國有這個 SpaceX 啊。這樣才會重新起來，對，不然他們根本不可能重新起來。因為我們看到它其實是一刀兩斷，一刀兩斷有2個關鍵，就是當我開始一刀的時候，楚河漢界。對，美國現在剛剛講，我們現在的上游是什麼？我們知道 AMD， 我們上游是 NVIDIA， 我們上游就是 SpaceX， 他們不會下單給中國公司，所以呢，他們會把技術給了台灣公司。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我們的面板啦，我們的這個所謂的記憶體，對，中國那一產就一大堆，對，它的產量產能是非常龐大，是你根本不可能跟它競爭。對，現在呢，我也不買你的，我技術也不給你了，是台灣才有辦法喘息，我才有辦法化開。台灣現在
我現在到中國招跟他杯嘞，是啊，結果你這地方還要把我拉過去，對啊，所以才說為什麼現在這個牌在台灣打不起來，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就是從2018年這個川普開始把中國跟台灣，中國跟美國的產業把它劃開之後，台灣就注定一定要選一邊，因為為什麼？在過去中國跟美國他們是一起，中國是所謂的這個工廠，美國是市場，兩個這樣的時候了，當然了，我們台灣就只能夠往這個市場那邊去靠，我們只能往中國去靠。但是現在不一樣，他把它劃開之後，我們當然只能往美國去靠。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的這個情勢都完全跟過去不太一樣。你現在去問台灣很多面板廠，他們講到中國那一段都講講到 LED 啊，他們也是對中國這個抱怨很多。講到這個太陽能，他們對中國抱怨很多。你講到這個台積電也認為說，對啊，你也挖角我們非常多人。所以才說現在台灣的產業界跟中國產業界某些程度來講是競爭對手。競爭對手的時候，你怎麼有可能會跟他這個密切往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情勢是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的。好，所以 Kevin 剛才講的，今天我們看到漲了很多的公司，今天看到很多的矽光子，這個矽光子的關鍵都剛剛講吧，因為現在美國越是越跟台灣結盟，你現在最新的 AI 科技都跟台灣結盟，所以我們可以拿到最好的科技，而且現在美國也不會下單給中國，所以我們才會免於中國的這種量產的追趕，這個是台灣現在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結果現在有人把我們給拉過去，最近不是有一個展，就是從明天開始嘛，這個所謂的一個 Touch 台灣。以前 Touch 台灣都在講什麼？哎呀，我那個面板用在手機用頂多了不起，說我現在那個智慧車廂就慢慢的從這個所謂的一個電視機慢慢移到什麼智慧車廂，自己也沒有人在講那個東西。尤其是今年的 Touch 台灣非常不一樣，它宣傳的時候第一個口號叫做矽光子，第二個就是我們上個禮拜來的時候有講過的 FOPLP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各位有兩個龍頭，一個叫做友達，一個叫群創。對，友達跟群創新一波漲出來了，後來友達跟上了。為什麼？友達在很早之前就被馬斯克盯上，就是我要用你的 FOPLP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來做我太空用的 AI 的射频晶片，請你注意哦。射频晶片不需要用到最高等級哦，但是它用到 FOPLP 代表什麼？它可以很大量的生產，而且達到一定的技術水準。那第二個，友達它最近在紅什麼？友達最近在大漲，在漲什麼？就是剛剛所提到的矽光子。矽光子為什麼？因為矽光子坦白講，大家可能聽到這個名字，我做了幾張 AI 圖我相信大家看了以後應該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夠理解。來，我們看第一個圖這個什麼叫矽光子呢？傳統上面台灣有很多光通訊。寶傑，光通訊我這樣講好了，光通訊有很多其實 level 是很低，就好像你那個電話線有沒有？電話線那個 jack 有沒有？那個等於說插座拉那個電話線，只是說你改成光纖，可是你真的要變成矽光子，還有個關鍵的技術叫做 CPO， 要把它封起來，然後封起來。對，大家來看看這個熒幕上，如果熒幕上看得到這個東西，有點像那個什麼 USB 那個東西。這裡面呢 USB 的東西，這裡面有所謂的發光源，然後呢譬如說有光有電進來之後，變成然後光，然後電再出去，變成這個光通出去電光之間的轉換，這個就是矽光子的一個緣由。可是這個是屬於低階的狀況，為什麼？因為現階大家我們注意到，以前的這個光通訊中間這個叫什麼？叫銅線，你運算的速度很快，就你輸出去的時候速度，你生產線上面那個輸送帶的速度很慢，那你算再快，生產再快沒有用嘛？也就是我車跑再快，对，我的道路很爛，我也跑不快。那工程師呢就絞盡腦汁就想了一件，我就把這個東西跟那個晶片靠在一起。可是大家做到一件事，理論上把這個東西跟晶片把它融在一起是最好，可是目前的技術做不到，成本太高了，所以就把它這樣，就把它併在旁邊，等於說減少這個原來這個傳送到這個晶片的這個距離，就等於說把它連接在一起，然後再把它包起來的這個技術就叫做 CPO。各位你知道嗎？很多台灣廠商其實以前比較就是原地踏步的，他就是做 LED 燈泡啦，做 LED 燈具。可是像我們台灣，我們友達就是跟這個所謂的富采投控等等一起開始從 Micro LED 從那個LED 變成 Mini LED 到 Micro LED 等待黎明，等待什麼？搭上 AI 的浪潮。今天他們如果不用在 AI 的光通讯，他們也是怎樣？就是普普通通，不要講死路一條，就是等着被那個什麼內卷啊，被競爭。因為中國大陸 Micro LED 起來，可是因為我們跟美國的光通訊的這些大廠，我們幫他做零組件，比如說幫他做這個光纖盒，幫他做那個 Jet 那個這個收發器 receiver 接收器。所以說你看光是發散的，你打手電筒打出去的是發散。那上次有講到一個光耦合，就是把那個光束聚集在这個有點雷射原理。你看這個 Micro LED 多厲害，它一次可以細的光束可以發散出至少100個。那你說用雷射就傳統的這個方法，只能有10到16個。好，我再講最後一個，
你知道傳統的這種所謂的光收發器大概30瓦，我們這個地方 Micro LED 只要用到1.6瓦，這個就是台灣的春天。剛才講的是，現在你今天鄭麗文去以後，覺得整個人單影只、形單影只的重點上，沒有人陪你。像剛剛講到江思東說的，現在的台灣的利益、台灣的投資根本不在中國啦。对，當然，因為這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啊。你現在整個全世界，包括今天整個台股主流資金80%在電子股甚至你如果把 AI 算進去的話，那不計可數。但寶傑哥，我反問一件事情：中國到目前為止，它在整個 AI 的市場，包括它的先進製程，以及包括它的佔，包括它的領域，它是有領先地位嗎？沒有，完全沒有。所以這個東西你也不一定要講政治因素，而是說大家本來就會趨吉避凶，加上中美現在避的狀況。但我要講一個數字。你知道到目前為止，台灣投資以前當然鼎盛的時候我們不講，到了今年最近這一年，去中國投資台灣西進的你知道總共資金多少嗎？我看到那個數字我嚇壞了，只有15億美金啊，只有15億美金。那以前多少？以前我們講以前那個上折我們講是100億，甚至現在連1%都不到。對，現在有些區域連1%都不到比如說我現在講的一個區域，一個叫江蘇。江蘇以前就是我講到的，它可能是我們講上百億層級的這種美金在投資，今年到去年1.9億，只剩下美金比如說你想偌大的一個江蘇，甚至是我們講的有一些先進的區域，結果台幣大概只有50-60億投資，只有50-60億。來，我們講一個更可怕的，越靠近政治核心，它的那個我們講了越可怕，北京只剩1600萬美金。就是只剩下5億台幣左右。講江蘇那還有昆山還有很多台廠，台廠現在你不能出來，我還是要繼續投資，我要 maintain， 不然我如果不投資，我連那些廠都沒了。對，所以我還有1點多億，可以到了北京连1億都沒了。對，連1億都沒有，連5000萬都沒有，3000萬沒有，只剩1600多萬。那你寶傑，你剛才講一個重點，說有些人是因為過去有一些投資他可能有一些包括我們講的折舊或者有一些相關的問題，廠盤的運行，所以這變成什麼修抗賊。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之前台塑集團曾經跑到中國去，那時候他曾經賺過錢，我們不能說否認過去沒有賺到錢的事實，包括台劇、包括亞劇等等的。那時候他幹嘛呢？他去學中國那種垂直整合的，一條龍大規模去生產相關的這種塑化產品。所以那時候當他 cost down，而且產量放量的時候，第一年真的賺到錢，那時候賺到28億人民幣。結果等到了今年，你知道他現在剩多少嗎？賠24億人民幣，都吐回去了，全部吐回去，因為產能過剩。跟之前講過的鋼鐵一樣，全部都用傾銷東道的方式，所以導致說它原本賺錢的東西現在變成負債。我看到有一個數字，我嚇壞了，因為它資產有所謂的我們講的淨值，它資產的淨值原本在中國那邊呢，它投資大概70幾億元左右。就寶傑哥，你知道現在我講的是台幣剩下多少錢？你知道嗎？大概剩3-4億左右，剩4-5億，所以說它賬面現在現存所剩餘的價值。大部分都是負債，所以你想，塑化已經是我們過去西進裡面算是首屈一指的但當然也是受害最嚴重的。更遑論到很多，為什麼我不講科技產業，不講 AI， 也不講半導體？因為這些公司，除非說它本來就有在那邊設廠，或者說它不涉及到一些機密的，否則根本不會把腦筋動到中國去。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傑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